大家好，我是大伟。锻炼腿脚公认的好动作啊，就是深蹲。但是深蹲这个动作也不是你每个年龄段都可以去做的。比如你的年龄啊已经超过了40岁，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运动基础，这个时候呢，你想通过一些蹲法去锻炼腿脚，很可能啊练着练着自己的这个位置啊就开始有些吃不消了啊，所以呢，我在这里教给大家一个非常棒的动作，叫做小金刚蹲。这个小金刚蹲呢，和深蹲比起来啊，更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去练习。同时呢，深蹲有的，比如说蹲起的这个姿势啊，它也有；深蹲没有的这种稳定性、安全性，它也有啊。所以这个动作更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们去练习，更加的柔和。大家做完以后，感觉这个动作棒的，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咱们现在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小金刚蹲分享给大家。小金刚蹲怎么去做呢？非常简单，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双腿分开啊，分开以后，你看腿微微下沉，微微弯曲就可以了，就像这样。这个时候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的膝盖承受不住，因为我们的膝盖此时是锁定的，没有做屈伸。然后呢，把脚尖立起来啊，你看来1、2、3、4、5，做的时候腹部收紧。来换个角度看一下，腹部收紧，6、7、8、9、10啊，它不仅仅啊是增加了我们大腿的力量，同时你看啊，脚尖抬起的时候啊，它还增加了我们的踝关节的稳定性。咱们说中老年朋友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的腿啊，它有力气，这个力气啊能够支撑我们的身体的力量就够了，你不需要再有更多的力气，对不对？你说你又不会扛着东西啊去上楼啊，基本上腿的力气够支撑咱们自身的重量，同时呢耐力要足，这个动作怎么样？能练习我们的耐力。然后就是我们的协调性和我们的踝关节的稳定性要足啊，这个动作也都能练习到。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动作适合于大家练习？咱们很多朋友啊说，大伟你这个动作教的太简单了啊，你其实咱们自己啊去试一试啊，微微下沉蹲一蹲啊，你蹲上一个20下到30下，你能感觉到你的大腿啊就胀胀的啊，有这种发力的感觉。脚踝呢，因为来回的运动也能得到一个活动，脚踝的稳定性也能增加。所以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30下为一组，每天做上一个2到3组左右就可以了。这个小金刚蹲啊是一个非常棒的动作，希望大家把它收藏下来，同时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再忙你都要练深蹲，深蹲实在是太重要了。你要知道，腿脚的肌肉总含量啊，占有我们全身肌肉总含量的60%。什么概念呢？就是只要我们把腿脚锻炼好了，你身上这60%的肌肉都能得到有效的强化。最重要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啊，很多人啊年纪大了以后就会感觉受到了约束。为什么？因为感觉腿脚不方便呀。所以呢，中老年人来说，这个腿脚只要好了，他就能走得更远。很多人啊也管不到他啊，自己也会感觉自由自在。那么今天我们就针对中老年人来讲一下我们的腿脚这个深蹲应该怎么练。我们中老年人朋友啊，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盲目的下蹲，这样呢，很多朋友他的膝盖啊是遭受不住的。所以呢，我们要换一个蹲法，叫做小金刚蹲。其实呢，做起来更加的容易，同时呢，对于我们腿脚的锻炼也更加的温和。今天我把这个小金刚蹲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得，做完以后感觉好的，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找不到了。现在我们来开始讲解动作。做小金刚蹲之前呢，我们需要讲一下这个动作的基本姿势啊。你看，双腿分开，和我们的肩膀差不多宽。然后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膝部微微的往下弯曲，注意这里是微微的朝下弯曲，不是让你完全蹲下来。好，保持微微弯曲以后，我们要腹部收紧。刚开始练习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手是扶着墙的，手这样扶着墙。好，然后我们怎么蹲呢？腹部收紧以后，你注意看，我们这个膝部啊是锁定住了，不要动。我们只需要把脚尖，你看这样立起来啊，这样立起来，看到没有？这样立起来。你会发现，当我们脚尖立起来以后，你腿上的肌肉会完全的绷紧啊，这个就叫做小金刚蹲。看似你没有去蹲，但是实际上你的腿部已经完全的在发力的。我们中老年朋友们，年纪稍微大一些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手是扶着墙的。慢慢的，你感觉你的平衡能力增加了，你再把手拿开来啊。
来正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啊，你看腿微微的弯曲啊，很多朋友会犯一个错误是什么呢？一蹲，膝盖一往前，你看这个膝部啊它就锁不住了，就往前冲，你看这个就是不对的。啊，这个就不对，这个就是什么呢？会严重的怎么样增加我们的膝盖的压力，所以我们膝部微微弯曲，然后这里膝部就不动了，只踮脚尖，你看，把脚尖踮起啊，腹部收紧，1、2、3、4、5、6、7、8、9、10，你看我做10下，我能感觉到我的腿部已经开始怎么样？微微的发胀啊！你们把这个动作去学一下，然后找到这个动作的技巧，其实一点都不难。你只要记住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这个膝部啊。重点的是啊，我要反复给大家说，为什么呢？不要觉得大伟啰嗦啊，因为这个地方你如果说做不好了以后，它会怎么样？会让大家的这个膝部压力变大。所以呢，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膝部微微弯曲就可以了。你看，微微往下一沉，然后这里就不动了，就靠我们的脚尖，你看这么踮着。这么踮着啊，它就能锻炼到我们的整个大腿。这个动作你一定要把它记好啊，把这个要点记好。每天做上一个30下到40下，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你腿脚的力量慢慢就上来了。好了，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您一定要记住，没有关注的一定要关注我微博，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说到深蹲，很多人都不陌生，深蹲又被誉为运动之王。只要你肯勤加的练习，就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全身的肾气，并且把我们的身体啊练得强强壮壮的。很多人啊都通过坚持练习深蹲啊，让自己的体质啊，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啊得到一个质一般的飞跃。但是啊，也有一部分人通过练习深蹲，伤了自己的膝盖，伤了自己的腰。为什么深蹲这么好，却被誉为双刃剑？其实啊，就是很多人在练习的时候，并不能完全的掌握深蹲当中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决定了你做完深蹲是强身还是伤身。今天啊，大伟给大家演示一个正确的深蹲，让你能够真正的掌握深蹲。只要你肯每天进行练习50下，你就能让自己的身体啊变得越来越强壮，肾气越来越足。好了，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深蹲的一个演示。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讲一下深蹲的要点。首先从侧面给大家演示啊，咱们在往下蹲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什么呢？啊，你看臀部往后坐的感觉臀部往后坐。我们可以把手啊前期先放在我们的前面，就是我们始终保持一个平举的状态。为什么呢？让我们的前后啊有一个平衡的力量啊。然后呢，在自己啊身后可以去放一个小板凳，然后想象什么呢？我们在屁股啊坐在板凳上，让我们的臀部啊和板凳接触，让我们大腿的后侧和地面保持一个平行。给大家演示一下，1、2、3、4啊，就这样，一定要把这些点啊给掌握好。很多朋友说啊，我做深蹲的时候总感觉我的膝盖啊超过了脚尖，就是做的时候是这样啊。我们讲膝盖超脚尖，其实啊这个说法不太严谨。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胫骨的长短比例不一样，所以呢，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很多人啊他就没有办法做到啊这个膝盖完全不超着脚尖。我们只要做到膝盖尽可能的啊和我们的脚尖啊在一条垂直线上面啊，如果你超过一点也没有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先把基本功练好，收腹，腹部收好了以后，往后面去做。一定要有一种往后面悬空做的感觉，然后再站起来。好，起来的时候一样是收腹。好，我们再来啊，2，好，慢慢的做，3，做的时候始终保持小腹收紧，4，好，大家可以做的时候跟我一样啊，一个手啊往里面按小腹，就是让你始终感觉小腹啊是收紧的，提醒自己收紧小腹。第二个呢，就是做的时候啊，始终啊保持我们胸背挺直，屁股往后啊。就这样慢慢的练习。前期做的时候，很多人会犯个错误，就做得很快。那给大家演示一下错误的示范啊，他做得很快啊，这样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膝盖啊伤害是非常大的啊。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呢？就是缓蹲缓起啊，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它其实啊是比较费力的啊。你看，缓缓的蹲下，缓缓的起身，收腹，再来，缓缓的蹲下，缓缓的起身，全程小腹收紧，再来。
啊，这样做起来的感觉是非常舒适的。那么通过这几个深蹲的演示，我相信大家已经掌握了深蹲的一个要点。只要你多看几篇视频，并且勤加练习，你就能把深蹲练好。刚开始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来。如果感觉自己下肢没有力气，你就在后面放个板凳，用腿去触碰臀部，触碰板凳的这个面虚虚的坐上去不要实坐，然后再站起来，慢慢的感觉腿上有点劲的把板凳抽掉，再开始模拟练习，慢慢的增强我们腿部的力量。这个过程大概就7天左右，只要你能坚持下来这7天，这个深蹲基本上你就能完全的掌握了。掌握了这个深蹲，再坚持去练1个月，1个月以后你会发现整个自己身体的状态都会有一个改变。好了，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感觉讲的有用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是大伟，你们的好朋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再忙你都要练深蹲，深蹲对于我们体质的提升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经常听到的气血肾气阳气其实深蹲都可以帮助我们提升。为什么深蹲如此重要呢？因为我们在做深蹲的时候不仅仅是可以锻炼到我们腿部的肌肉，要知道腿部的肌肉占有我们身体肌肉总量的60%，更能够刺激到我们上半身的一个肌肉。同时呢，我们在做深蹲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个什么呢？高低的一个体位差，所以呢，它可以更好的刺激我们心脏的泵血。说白了，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所以说，如果你体质弱、气血虚感觉自己总是怕冷畏寒身体没有劲身体上面各种各样的小毛病，你就把深蹲每天做上一个30遍，通过深蹲改善体质，你会发现你的身体越来越好。接下来我来告诉大家正确的深蹲怎么去做。深蹲对姿势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个正确的深蹲可以锻炼到我们全身90%的肌肉。同样的一个错误的深蹲，很可能对你的膝盖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正确的深蹲怎么去做呢？我们初学者应该掌握哪些要点呢？首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最好在我们的身后放一个小板凳在这里呢，我因为没有小板凳，我就拿这个小铁栏做一个示范。我们做的时候是什么呢？要想象我们的屁股去坐在这个铁栏上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拿小板凳代替你看，我们坐下来，好，坐下来以后起身你这种感觉就是去做一个深蹲的感觉。那么我们做的时候不要完全的坐实，一定要什么呢？屁股虚碰在这个板凳上，然后呢碰上以后，调整一下身体的平衡，再慢慢起来。这样的话呢，你就能掌握我们深蹲的要点。同样，我们一定要记住在做深蹲的时候，这个膝盖一定不能过多的超过脚尖，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压力会聚集在我们的膝盖上。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正确做的时候先调整好距离，然后呢，把手放到前方，慢慢的用屁股试探的往下去做，碰到这个铁栏了保持住。虚碰不是实碰，实碰就这样了虚碰，保持住，好，起身，好，这样就是一个深蹲。起身的时候，记住了，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胯部，你看往前顶来看，1、2顶胯胯部往前顶，2顶胯，好，来3顶胯，好，我们学会了这个姿势以后，就可以把这个板凳撤掉了。给大家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大家注意看来看。1、2注意看这个胯部一定要有一个往前顶的动作。来看，3正面，4、5，好，我们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不仅是腿酸、腹部酸后背都会有很大的感觉。为什么呢？一个完整的深蹲，你记住，90%的肌肉都在参与。因为很多肌肉都要去负责协调你的身体平衡，所以深蹲锻炼非常的多。当你掌握了基础的深蹲，我们可以把深蹲的难度再往上提升一个等级。怎么去做呢？双手举过头顶随便怎么样举都行，你抱着头也行手往上伸也行。我用抱头演示我们手抱着头，然后我们侧面看来，1、2、3，正面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去做有哪些好处呢？它可以强化我们整个后背的力量。因为当你双手抱头，手臂打开的时候，我们在向下蹲的时候，我们整个力量会集中在我们的后背。
好，再起来啊，这个时候后背啊，它就像一个绳子一样啊，因为调动了这个力量，募集了大量的力量去抓我们的这个后背，让我们的胸啊挺起来。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都去练习。最后啊，给大家做一个训练安排，在动作标准的基础之上，我建议大家每天做20个为一组，一天做上一个3组到4组。整个过程啊，不用过快啊，缓缓的下蹲，缓缓的起来，掌握这样的节奏，你的身体啊就会越来越好。好的，今天的视频啊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咱们来聊一下耳朵。有很多朋友啊过了中年以后啊，就逐渐的发现自己的耳朵上面听力下降的啊，手机上面外放的声音一定要调到最大，才能够听清楚里面的内容。家里面电视机的声音啊，声音调大了以后，身边的朋友啊可能都感觉吵，他自己啊感觉听的是刚刚好。其实这就是听力下降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咱们说啊，听力下降，你或许啊还能克服，但是有些朋友啊，耳朵里面啊时常的会出现一些耳鸣，严重的会长期的耳鸣影响生活。这些啊就是非常的让人难以忍受了。那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打开我们耳朵上面的经络，疏通耳道，让你的听力啊逐渐的恢复到一个原先的水平。而且啊，做完今天我教给大家的动作以后啊，你会感觉啊这个耳朵打开以后啊，听东西是非常的清晰，而且脑中啊也会感觉非常的舒服。那么今天我会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有用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啊动动手指把这个视频啊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好了，话也不多说，直接教给大家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做动作之前，咱们先要找到一个点，这个点啊非常简单啊，咱们把耳朵你看向下啊这样折起来，大家注意看啊，向下这样折起来以后呢，我们手指的这里啊，我手指的这里它是一个耳朵连接的一个根部啊。就是这里啊，就是这里，它这个点啊就在这个根部往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给大家来一个特写，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我们用大拇指的指尖对上这个点，对上以后往内去点一下啊，不要松，就这样点住，大概3到5秒，你会发现里面啊有一种酸酸的、胀胀的感觉，这个时候呢就证明你这个点啊找对了。找好这个点以后，我们进行一个绕圈啊，就是绕圈。你看，去做一个3到5下啊，看1、2，侧面给大家看一下3、4、5啊。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啊，我手这样去做啊，看就这样去绕啊。绕完以后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耳朵上面有一点酥酥麻麻的，很舒服的感觉。甚至有些朋友啊，敏感一点的，还明显的感觉自己耳朵上面的听力啊，哎，往上提高了一些。其实啊，这还没完啊。做完了这个点以后，我们开始做第2步。第2步啊，很多朋友啊都听过啊，叫做鸣天鼓。鸣天鼓是什么呢？你看，我们拿我们手掌心啊，这里看，把压住我们的耳朵啊，就这样压住。咱们后面的手指啊是这样摆放的，用我们的一个食指啊搭在我们的中指上面啊，把耳朵压住。你看，来弹1、2、3、4、5、6、7、8、9、10。我们这个鸣天鼓的动作啊，去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左右啊。做完以后呢，你再把手拿开，再感受一下这个听力，你会发现这个耳朵又稍微舒服了一些。好了，第2步做完了以后，还有最后一步啊，最后一步呢就相当于写一个文章，最后画一个句号。最后一个步是什么呢？我们还是拿手掌啊抵住我们的耳朵，你看，抵住了以后往内去挤压啊，往内去挤压。压住以后啊，微微的手上去做一个转圈啊，就这样去做啊，微微的转，你看做3到5下，1、2、3、4、5，然后来拔。好，我们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来压进去啊，一定要压紧了，以后来你看1、2、3、4、5，好，来拔，好，再来一次啊，你看来。压住以后，来1、2、3、4、5，来拔，这样呢，我们今天这个动作就做完了。做完以后啊，再感受一下你自己的耳朵，你会发现啊，这个听声音明显的变得更清楚了，而且耳朵里面啊，深层啊，它有一种微微的发热感，这种热感啊是非常舒服的。
其实我们就通过了今天的3个动作啊，去打开了我们耳朵周围的一个经络，把深层里面的一些气血循环的通道给打开了。这个时候呢，你的耳道打通了，听声音啊，自然而然也就清楚了。我们把这个动作啊，每天做上一次，坚持一个7到14天左右，你会发现你的听力啊，明显比之前会要好上不少。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把这个动作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